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这次的塔罗牌占卜频道。最近生活怎么样呢？在感情方面有认识新的朋友吗？有没有让自己心动的人呢？对于爱情有怎样的期待呢？今天我们就利用塔罗牌占卜来接收一下下一个宠爱你的人，他是怎样的一个外形条件，他的家庭条件如何，他在什么地方跟你相遇，吸引你的，或者是让你感觉最好的是在哪一方面，你又在哪一方面诱惑了他，让他很想来宠爱你呢？等等的，我们来揭示一下下一位来宠爱你的人他的详细讯息吧。请让我们充满期待。那现在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你要从这3组之中选择1组牌卡进行聆听哦。在选择牌组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静心的小仪式。首先，请让我们调整呼吸，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让我看见下一个来宠爱我的人是谁，感谢你的指引。询问完之后，请选择其中1组牌组，哪一张牌卡给你最强烈的能量吸引呢？选择好之后，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你的下一位来宠爱你的人到底是谁？记得在聆听牌组之前，公屏打出来，领取好运，吸收视频能量，接受宇宙祝福等等的字样，让我们跟整个视频进行最准确的能量上面的连接，也表达你的感恩之情。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选择左边第1组的你，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我们依然要来看一下你对爱情是有怎样的一个想法期待。如果是你的话呢，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选择了。那么首先呢，你选择的这一张牌卡是5角星7，看到你其实在感情里面是一个比较务实、比较实际、脚踏实地的一个人，并且呢，平时在你的生活之中，你也是不断的去做调整，是蛮有上进心的，会看到自身的一些不足，然后呢，去做一些改变。在感情里面呢，你也是不怕困难、不怕挑战、不怕吃苦的品质。你并不会一开始就希望遇见自己的爱人伴侣是一个非常有钱的，物质条件很好，家庭条件很好的，最主要的是2个人真心对待彼此，互相的信任，互相的包容，互相给予足够的这种忠诚跟力量任何事情其实都是可以磨合的。在茫茫的人海之中遇见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呢，彼此可以进入到恋情之中，是非常有缘分，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而且每一个人出生的家庭环境或者是成长的教育都是完全不同的，怎么可能会很容易就遇见非常合拍、非常懂彼此的人？再怎么样都是要有一些不同的理念不同的习惯的。最主要的是因为爱的力量是无限强大的，2个人共同去帮助彼此，有更多的一些改正。并且在感情里面呢，你也希望自己做得够好，你也知道自己也是有缺陷的，也是没有足够的爱情技巧的，在感情里也是需要去做一些努力跟滋润经营的。而且在感情里面呢，你也是愿意去做一定的奉献，做一定的牺牲，一定的妥协的人。你最害怕在爱情里面出现这种互相对立矛盾吵架，甚至是脾气暴走、打架这些事情对于你来说是非常难过的。只要2个人是有爱，你可以去经营，但是呢，一旦出现很糟糕的这种思想对立行为对立的情况，你也是会离开的。不过如果遇见意见不合的时候，你应该不想要跟对方发脾气，你希望2个人都可以共同的去做一些沟通，共同的去做一些商量，不要动不动的就发脾气
而且在感情里，你也是一个不太计较得失的人，谁付出的多一些啦，谁付出的少一些啦，你会觉得那谁有钱的话呢，那可能谁就多买一些单，那如果谁钱少一些的话呢，就少买一些单，你觉得这个都完全没有关系的，最主要的是互相的体谅，互相的理解，你希望在关系里面建立这种平等的感受，而且也会觉得不要做任何心安理得的接受，在关系伴侣之间呢，你愿意建立这种脚踏实地的安全感，而且你这个人也是非常真诚，也是比较开放的，可以迅速敞开自己的内心，是可以真情投入，是愿意呢去及时做修补啊，及时去做任何的商量的，遇到问题呢，你不愿意逃避，你不愿意是转身就离开的那种，而是可以留下来，大家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好好的讲一讲嘛。另外呢，你希望跟自己的伴侣都是，如果可以的话，大家经常的在一起，大家把生活也融入在彼此的这种生活里面，是会很好的。不要觉得好像谈恋爱了跟单身一样哦，一个礼拜只见那么1-2次面啊，或者是每天就发那么1-2次短信，你会觉得单身就是单身，就要足够的自由，足够的开心。如果恋爱的话呢，就要负起责任，那2个人势必要经常在一起，互相的分享啊，互相的陪伴啊。如果关系不紧密的话呢，你可能会容易出现不安感。如果说对方在隐藏他自己的行踪信息，或者是你给他的消息他有阅读，但是没有及时回复的话呢，这些你可能就会出现患得患失的状态哦，可能就会想伴侣是不是要离开你啦，或者是伴侣是不是出意外啦，或者是伴侣是不是不爱自己啦。你希望在感情里面呢，自己还算是比较重要并且有一定主导权的一个人，希望自己站在一个比较非常受到关注，非常受到欣赏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麻烦了，你是可以主动去出击的。那对方呢，他是可以在他有空的时间随时可以跟你联系的，2个人是经常要去见面的，希望在关系里面呢，自己也是很重要的那一部分，有一定点的执着占有欲。这个是你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现在就来看一下周围在别人眼中你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别人会觉得你还是蛮聪明，蛮有才华，蛮有技能的，可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呢，做事情都是做得很好，自己的学业也是比较精的，学习感悟能力也是很强的，并且对自我也是有比较强的认知，会觉得跟异性啊，如果你是同性恋的话，那就是跟同性，大家在沟通上面是比较顺畅的，别人会觉得跟你在一起聊天，跟你在一起做语言上面的沟通是蛮舒服的，你这个人也是比较坦率的，同时你可能也是一个蛮有欲望、有一定野心的人哦，有蛮多的选择，并不是很容易被满足的。对于今生你自己的梦想啊，你自己的事业是有一定的企图之心的。对于爱情，你也有一定的标准，不会是对谁都是一种非常痴心奉献的类型。另外呢，别人会觉得你其实条件不错，要么就是你的外在形象啊、气质啊条件不错，要么就是你自己的才华啊、事业领域不错，你应该是有不断的追求者的。也许你没有脱单，是因为你有蛮多的选择，也许你没有脱单呢，是因为你的爱情标准是比较高的。别人会觉得你其实还算比较优秀的一个人，但有时候呢，少了一些生活化，并不是很接地气，可能会有一些白日梦啦，可能是偏向于理想化、幻想的状态，也有可能自己在时间管理上面并不是很好，并不是很守时啊，或者是
对自己没有太多的一些限制，喜欢上网，可能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随时都在玩手机，随时都在上互联网，都在低着头哦。除此之外呢，会觉得你是一个比较传统保守的人，应该并不会轻易的去玩爱情游戏，不会是在生活习惯上非常的放纵，非常不照顾自己的人，而且呢，觉得你这个人是没有太多不良嗜好的，生活习惯上应该算是比较正的，是一个不断克服自我心魔的一个人。别人会觉得你蛮有深度的，并不是很肤浅，也并不是很物质化的一个人，感觉你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并没有那种很物质的能量哦，身上没有太多金钱的这种朽味，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注重精神世界的人，而且呢，你也很懂得不断的去提升自我呀，不断的去可能增加自己的技能，增加自己的自信，你也算是比较容易信任自己，也比较容易信任他人的。同时呢，也觉得你这个人是比较懂得体谅他人，也懂得推销自己的。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都会真诚的讲出来。别人对你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那么下一个来宠爱你的人，他是被你身上的哪些地方所吸引的呢？他会觉得你蛮靠谱的，给别人的感觉是比较安心的，并不是很抓马，或者是很戏剧性，或者是很鲁莽的一个人。任何事情可能都在一个脚踏实地啊、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东一下西一下，就是自己的思想不会像兔子一样跳过来跳过去的，自己的人生节奏呢也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同时呢，你也很懂得照顾他人的情绪啊，跟你在一起他会觉得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舒适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很亲切的能量，而且他会觉得你是有水的柔情的，你是一个有浪漫情怀并且积极乐观的一个人。可能你自己也算是任何事情都会展现在你的外表上面，开心啊不开心啊，或者是满足不满足呢，都会在你的表情上面展现出来，并不是一个很有心机或者是很有城府的一个人。感觉你并不是那种随时都在算计着别人哦，而是一个非常坦荡荡、大大方方去表现自我的人。这一点呢，让他觉得很好，很单纯。除此之外呢，他也觉得你非常的有爱心，是很懂得体贴，并且也是非常善良的。可能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人或者是周围的一些事物所影响，有自己的一些好奇心。但大体的来讲呢，觉得你这个人是非常可爱的，没有太多的一些对立啊、竞争之心，也没有太想过自己非常的高调，算是比较低调柔情的人。而且感觉你没有太大的权力、野心跟欲望，并不是很冷酷或者是很残酷的人，感觉你满满的爱的能量，也并不是很反叛的，也并不是很浮躁的，也并不是很张狂的。当然有一定的个性，但是不会有太多的转变，是很有定性能量的。所以这些地方呢，他蛮喜欢的，觉得跟你在一起呢，自己也有足够的安全感，自己也有足够的这种温暖感。同时看见你新的宠爱你的人呢，他是有观察过你一段时间的，他可能默默的已经关注了你，喜欢你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去做表达，或者是才主动的跟你做更多的一些联系。他先看你是怎样的一个为人处事，你是否是在一个合适的感情状态，你是否是需要爱情的，你自己有怎样的一个生活习惯跟品味，他是了解的比较清楚之后呢，才
对你有更多的一些追求跟发展的。这个人呢，他会觉得你其实蛮值得保护的。如果你是女生，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对你有一点点的这种保护欲望哦，他想照顾你，他想跟你在一起培养这种非常温存知己的浪漫关系。如果说你是男生，他是女生的话呢，他会觉得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依靠，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信赖、值得依赖的人。跟你之间呢，他会没有太大的这种危机感，会有一种很亲切的能量。而且大家是同一品种、同一个世界的人，大家可能一些想法呀，或者是一些喜好呢，都是比较相近的，可以成为非常合拍，可以是比较合适彼此的人，他才会去做更多的努力。那他就会觉得你们是三观比较相合，至少说可以磨合的，而且他想跟你建立这种很稳定持久的情爱关系哦。因为石头嘛，肯定就是非常稳重的能量。接下来离去的亲人这张牌卡，他会是在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很有熟悉感，他会觉得你们之间是有前世的缘分的，也许他在梦中有梦见过你哦，也许在冥冥之中上天就注定好了你们这样的一个缘分。他会觉得能遇见你，能认识你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除此之外呢，我们这边还出现了狗狗这张牌卡，想跟你建立很忠诚的关系，大家先从朋友做起的。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是因为狗狗啊、猫咪啊、宠物而得到这种缘分的建立的，可能因为大家都有相同的宠物，或者是大家都去这种猫咪咖啡厅啊结缘的，或者是大家在一起后呢，想要共同的去喂养狗狗，所以都是非常有爱心的人，而且他希望跟你建立这种像狗狗一样的非常钟情的关系。看来呢，他对你是蛮深情的，而且这个人哦，他长得还不错哟，是像鲜花一样绽放美丽的。如果是女生的话呢，她应该就是比较婀娜多姿的，身材比较好的，外形呢比较出众的。如果是男生的话呢，他的体味应该是很好，而且也是很注重干净整洁的一个人，长得也是不错的。看到他的长相呢是比较出众的哟。这个人呢可能也很懂得打扮自己，知道什么样的颜色衬托自己的皮肤，而且在着装打扮上面也并不会很羞涩，可能他不会非常张扬夸张的去穿着打扮，但是看着呢是非常的舒服、时尚跟前卫的。看着呢他的外形气质条件就是蛮好的，你们两个人会建立互相依赖的关系。两个人在一起呢是有很多好玩互动的能量的，会让你感受到这种青春活力哦，重新的焕发光彩，让自己呢很投入到纯情的这种关系里面。两个人可能互相的幽默一下，开一下玩笑啊，或者是打打闹闹啊，有点这种两小无猜的关系哦。同时两个人可能也会去游乐园啊、动物园啊，或者是户外活动啊，去玩很多小孩子玩的东西，充满着这种童真，充满着童趣。而且两个人呢也是没心没肺，没有太多的一些心机，没有想过要怎么玩这样的一个爱情技巧，更多的呢就是在一种灵魂的相吸，并且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有趣的灵魂，他会蛮懂得讨你欢心的，他会给你非常这种单纯无瑕的浪漫情感，而你们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单相思开始的，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他对你先喜欢，
然后呢，在单相思了一段时间之后发出来的邀约跟邀请哦，终于大胆上前来讨得你的欢心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应该可能是一个年轻人，而且心态非常的青春，自己的长相呢也是比较有一个娃娃脸哦，看着是很年轻的，同时他也是长得比较好看的，他并不是老灵魂哦，他是新灵魂，他是一个很年轻的灵魂，充满着这种活力、开朗、活泼的能量。除此之外呢，他可能也并不是很瘦，但也不会很高，身上呢是有一些肉的，但这个肉呢算是比较结实的那一种，比较喜欢锻炼，而且他的个子呢应该是在平均身高值左右。如果男生的话呢，可能在1.75米到1.8米之间，女生的话呢，应该就在1.65米左右，可能1.6米到1.7米之间，不会是很高啦，但也不会很矮。平均值就是你生活的那个地方的平均身高。他的眼睛大大的，炯炯有神，很有可能是双眼皮，然后眼睛呢是咖啡色。当他跟你对视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很强烈的柔情感，而且呢，他是喜欢微笑的，嘴角呢是有点向阳的，他很阳光灿烂的一个人，也是不会表情非常的严谨啊，或者是很认真，给人的感觉也是比较放松，也是比较自在的。在穿衣打扮上面呢，他不会穿很多鲜艳颜色的衣服，应该全身上下呢就是2个颜色左右。他更喜欢干净整洁，他更喜欢给别人一种很干练、很有气质、气场的这种状态。他也是一个很注重自己形象的人，所以在自己的发型上面呢，他是注重的，在自己的走路的姿势啊、坐的姿势呢，都是比较端正的，给别人一种很有修养、很有教养的外在形象。而且这个人呢，他是有比较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他是一个渴望在所有领域都获得成功的一个人，而且他可能是有一定的这种决心跟行动能力的，只要是自己决定好的事情，他是会坚持不懈的。有时候呢，可能会稍有一些固执，但是只要是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就头也不回的去做，即使最后做错了没有关系，那都是一个经历，都是一个经验而已。他可能是有比较个人主义者，会很在乎自己的一些想法啊，自己的一些力量啊，他不太受到周围的环境的影响，这一点跟你不太一样哦。可能别人对他的评价，别人对他的一些指责，他都无所谓，最主要的是自己行得正，做得端就好了。总有人喜欢，总有人不喜欢嘛，所以他不会在乎那些不喜欢的人对他的一些评价的。而且这个人他的生活总是充满着激情和灵感哦，他也是很好奇心的一个人，喜欢去接触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喜欢去做自己从来没做过的事情，把自己的生活呢安排的是比较充实的，头脑里面呢也有很多新鲜的想法，并不会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守旧的一个人，他的想法是不封建的，也是比较开放的，会是有足够的上进之心。除此之外呢，他对于感情来说，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对于不喜欢的人追求他，他是可以果断的去拒绝的。只要是自己没感觉的人，即使对方的物质条件啊，或者是给他再多的诱惑，他都不会陷入的。他是一个很注重感觉、很注重精神连接的人，而且呢，他比较独立，他是我行我素的，在人际关系里面，他
没有讨好型的人格，他不会去拍马屁，他不会特意的去迎合谁，最主要的是自己的感受。有时候可能他会比较沉默，他生气的话呢，应该是不会去发脾气的，但他可能就坐在那里闷不作声，自己一个人消化内耗一下这种愤怒。有时候可能他像宠坏的孩子一样哦，会有一些小任性，但大多数时候呢，都还是表现得比较优雅，比较有积极的情绪的。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精神世界的人，跟你一样，也并不是很肤浅的，很注重权力啊、欲望啊、金钱啊。最主要的是呢，在每一天都足够的开心，最主要的是呢，平安、健康、满足就是好的。他可能也不会花很多的金钱去购买一些包包啊，购买一些奢侈品啊，还是比较脚踏实地的人，很懂得自己的身份，很有自知之明。同时他也是很有宽容之心，很注重和谐，很爱好和平，是一个反战的人类。对于需要帮助的人呢，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会给予一定的帮助的。对于一些难民啊，或者是对于一些穷苦的人呢，他会表现出自己的怜悯跟同情之心的。他也会去有感恩之情，懂得祝福，也对于别人充满着关怀，充满着爱。他有比较强的自我幸福感，很懂得如何去创造自己的世界，让自己更有多的爱的能量，让自己更多的快乐。他并不会觉得好像事业的成功或者是金钱的多少就是衡量一个人幸福的标准，而他最主要的就是内心的这种满足、开心、自由跟轻松。他会觉得时间的价值呢更大于金钱的价值，而他并不接受远距离的恋爱，他不会享受这种可能网络恋情啊，可能大家天隔一方，他会觉得这样呢是没办法去做情感上面的沟通的，不会很现实。他在感情里面并不是一个充满幻想的理想派，他希望给感情更多的一些安全感。那两个人呢，最好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只要谈恋爱了就经常在一起，互相的陪伴，互相的分享才是最重要的。情感里面呢，他是很相信一见钟情啊，相信当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呢，那种感觉来的会很快。他相信这种激情跟兴奋感的存在。如果第一次见面都没有那种好像蝴蝶在心里乱飞的感觉的话，那也比较难去培养后续的情感吧。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心动的能量的话呢，他可能之后也是比较难跟别人的情感上培养的。所以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他就有小鹿在内心里乱撞的。对于你是一见钟情的，但是你对他是什么样的感觉，他是花了一段时间去审判、去观察的。他希望呢，两个人在情感里面是可以一起无忧无虑的玩耍的，希望大家的关系是非常轻松、非常自在的。如果一旦爱情陷入到那种互相的纠结、折磨、痛苦、不开心的话呢，他可能是不愿意去做改变的。他会觉得真正合拍的人，真正两个人在一起开心的话，那就可以一直开心下去。如果都很不开心，都不理解对方的话，那就好聚好散就好了，不要再各自浪费太多的时间，浪费的精力了。出现这种不可逆转的矛盾的话呢，就干脆放弃这段关系就好。他是比较容易开始一段感情，也是愿意去结束一段感情的。一旦关系里面出现了没意思的情况的话呢，或者是自己的需求没被满足的话，那就果断的去放掉吧。
不必要因为某一些方面的期待或者是不现实的渴望而去用爱情捆绑着对方，算是一个想法比较年轻的前卫的一个人。感情呢，一定要充满着兴奋感跟新鲜感嘛。如果两个人都不爱彼此了的话呢，那就好好的放掉吧，不要去有太多的这种牵扯，何必让爱变成恨呢？其实他的婚姻观是希望自己跟恋人呢都是被周围的人所肯定、所祝福的，希望自己的伴侣是被自己家人都很喜欢，被朋友呢都很喜欢的，而且结婚一定是两个家庭和睦的相处，可能跟爱情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他心智还算是比较成熟的，他特别不喜欢那种婆媳关系所以自己如果要建立婚姻的话呢，一定要伴侣跟自己的妈妈是非常和平和谐，都是在妈妈的认可之下的，他会很尊重这一点。如果是父母都不支持的爱情的话呢，他也是会放弃的。最主要的是两个家庭的和谐，而真正的这种婚姻呢，应该是充满着积极，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光明，两个人是互相恩爱，互相陪伴的。他想建立那种云淡风轻的婚姻家庭生活，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些金钱，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些欲望，一定要享受奢华的家居生活品味最主要的是呢，两个同在屋檐底下的人是否是互相关爱的。他不需要追求豪车或者是豪房，或者是一定要买房，会觉得最主要的是住在屋檐底下的人，不管是租还是买，那这个房子呢都在那里，都是有房檐，都是有床的。最主要的是住在这个房檐底下的人是否是幸福的，是彼此理解、彼此尊重的。他想要建立的是大家庭是至少要有2个小孩以上的家庭，享受家庭生活。而且他并不是一个很留恋城市的人，可能比较不喜欢噪音，不喜欢这种车水马龙的。在自己退休之后呢，如果可以搬到远离城市的山间小屋，他会是觉得很幸福、很理想的一件事情。他喜欢田园风光，他喜欢大自然。婚姻是一辈子的责任，但是爱情的话呢，就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经历，就可以尝试这种爱的兴奋感，但是婚姻就有更多的一些义务存在了。所以一旦结婚的话呢，就要非常的慎重，最好就不要离婚。那来疼爱你的这个人他的工作很有可能是工程师、理财师，或者是关于生活方式咨询的一些行业，比如说营养师健康教练化妆师厨师空间设计师等与生活紧密相关的一些事业领域，或者是他有做旅游，有做导游，比如说有开办旅行公司，或者是有自己的民宿，有自己的度假胜地。是也许有交通、有旅游方面这方面的事业领域，也有可能他继承了自己父母的一些事业，可能他父亲不代表每个人都是家庭职业而已，但是也许他父亲的工作事业领域呢他会坚持，或者是他母亲的事业领域呢他会坚持，也有可能呢他的语言能力比较强，所以他的也许在语言教学或者是做语言沟通方面的事业领域，也有可能是在做心理分析或者是行为分析师。他的工作应该是在这3个领域里面。这个人呢，
他跟自己的父母想法可能并不是很相同的，也许他是小时候原生家庭父母有离异的人，或者是被爷爷奶奶婆婆带大的人，跟自己的父母比较疏远，也有可能呢他是在很年轻的时候，父亲或者是母亲中的一位呢就离开人世，也有可能自己小时候跟父母的关系是比较疏远的。总之呢，这个人呢，他小时候是缺失了一些父母的宠爱，所以他长大之后呢，希望自己的婚姻是可以天长地久的，是可以给自己的小孩子有足够的责任，有足够的温暖跟爱的。他的父母可能在他小的时候经常不在他的身边，他们之间是有代沟的，而且他跟父母的关系呢，并不是像朋友那样哦，大家可能会很少去做一些沟通，很少去家庭聚会，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家庭是非常的和睦的，也希望呢自己的伴侣跟他的家人，大家的关系是比较亲近，可以弥补这种亲情上面的缺失的。你跟他很有可能哦，如果你生活在国外的话，也许你是在国外认识他的。那还有就是可能在旅游啊、度假的时候认识到的彼此，可能是在阳光沙滩，或者是一些阳光草地的户外认识的，也有可能是在有儿童的场所，当然也有可能是在旅行啊，或者是健身锻炼的场所，或者本就在你工作的地方。总之你跟他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并不会在网络上面认识哦。大多的可能呢是在靠近海或者是靠近湖泊有水的地方认识的彼此。你们两个人呢是刚开始没有太多谁追谁这方面的能量哦，最主要的是你们在语言沟通上面是非常协调的，而且呢，它给你带来比较强的这种治愈的能力。可以讲，你们喜欢彼此身上的这种不紧不慢、很中庸的一种状态，任何事情呢都比较适度，都会去讲求一个和谐，不会让你感觉到任何的紧张啊、压迫啊，或者是不舒适感。那彼此带给对方呢，都是非常一种身心灵的结合的。实际上呢，你们并不是那种很世俗的结合，没有太多的一些礼物啊，或者是没有太多的一些烛光晚餐啊，也没有说太多虚荣面子的一些接触，更多的来自于灵魂相互的吸引。两个人在交谈上面呢是非常的舒服的，更多的是有一种很诚挚的恋情，有节制的交往，并且也是在意外的邂逅之下由情谊展开的爱恋。大家是很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不用讲太多，对方就很容易明白你的一些意思，不用去做太多，对方呢就可能比较容易懂你。而且这份关系在金钱上大家都是彼此比较独立的，这顿饭他请，下一顿饭可能你就会请，我是有一些礼尚往来的，没有谁去占谁便宜呀。这点特别好，在金钱上面大家各自处理的非常的清晰。另外呢，这种关系也带给彼此比较强的安全感，真的是非常的真实真诚，没有任何的欺骗谎言，不会去包装自己呀，不会去夸大其词啊，自己内心是怎样的一个想法都会坦诚的去讲出来。越是这种真诚的能量，越容易去理解彼此，越让彼此觉得很可靠，很信任对方。就跟他在一起呢，你就不会觉得他抱着某一种目的来到你的身边的，他就真正的是喜欢你，
真正的是想呵护你这方面的能量，你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心思，他也会直接非常坦白的讲出来，他不想要对你有任何的隐瞒欺骗。他可能小时候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啊，或者是当下呢在自己的事业中有不顺心的一些地方，他都会去讲哦。所以这一点呢，很快就让你们建立了又像知己，又像恋人，又像好朋友的关系，大家无话不谈。那么什么时间相遇呢？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你可能已经遇见了这一个人，因为我们这边出现的时间点呢，有一个可能是在5、6月份，现在已经是在6月份咯，所以有的朋友可能已经遇见了他，只不过也许还没有进入到这种恋情的交往之中，还是互相在观察，或者是还是先有更多的认识，然后慢慢的做发展。不论如何，这份情感不会让你感觉到急躁，不会让你感觉到不安心的，会一步一步的逐渐的让你们彼此更加的主动，更加的积极。那么另外呢，如果说今年5、6月份没有遇见他的话，有可能是在明年5、6月份了。最晚的话呢，是在4年之内。最快的话呢，就是近期这一段时间哦，所以亲爱的，敬请期待吧。那之前呢有讲你们相遇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呢，多走动走动，多去旅行一下，多去一些阳光灿烂的地方，会增加你们相遇的机会哦。并且在遇见有让自己心动的陌生人的时候，可能就代表对方是你潜在的脱单对象，是想要来宠爱你的人哦。那这个时候呢，你是否要更加的开放大胆一些，创造机会让对方给你留下联系方式，让大家可以开始去做一些浅层次的交谈呢？所以这一段时间呢，你的桃花运势不错，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些发展跟创造缘分的机会哦。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选择中间牌组的你，我们来接收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哦。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来验证一下你自己的爱情观。如果有对应到一小部分的话呢，就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就可能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选择了。实际上，你这个人呢，还是适应能力蛮强的，而且也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的一个人。你有自己很独立的智慧，你也是一个可以理智也可以感性的人，你也是一个可以动也可以静的人。把你扔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你都可以生长得很好的。所以单身的时候呢，你会好好的享受你单身的生活，足够的自由，也会去做一些放纵。那可能也会去玩一些暧昧游戏啊，感情游戏啊，但是一旦进入到恋情之中，遇到自己的真爱，或者是想停下来负责任的时候，你也会足够的专一跟专情的。在有些情感里面呢，你想要去感受足够的这种肌肤之亲啊，或者是短暂的性爱啊，你都是可以感受到的，你都是可以掌控的很好的。你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你的爱情观呢不会是特别固定的，而是因人而异。那有的人你是可以跟他短暂的激情的，你会很享受其中哦，也不会让自己太过于的在情感里面拖拖拉拉，或者是很犹豫啊，很保守啊。该开放的时候呢，你也会是开放的；该感性的时候，你也是会感性的；该去大胆的时候，该去主动的时候，该去含蓄的时候，该去退让的时候，你都是可以恰如其分做得很好的。你的思想呢，并不是那种很呆板停滞的人，你接受当下的一切，你也知道不同的人呢，会进入到不同的这种感觉感情里面，你享受这种不同，你可以让自己的感情更加的丰富，有更多的一些体验。那该保守的时候当然就会保守啦，
该玩的时候呢，当然也会玩得起来；该认真对待的时候呢，你也是可以脚踏实地的去认真的。但无论如何，你都会注意适度，你也是有一定自己的界限，有自己的原则的。你不会去欠一些情感的债，你不会去伤害自己，也不会去伤害他人，不建立不好的业力关系，也不用过于的去做一些思想情感的这种捆绑跟束缚。你认为呢？亲密关系可能并不是好像人生中唯一最重要的一些事情，你也会觉得那种童话故事并不是很可信的，不是王子跟公主在一起了，那他们就非常亲密的，没有任何的磨合，两个人生活习惯天生就配的就在一起，他们总是有不合的地方。你也会觉得可能恋爱关系并不是100%稳定、100%可靠的，总有失去关系的那一天，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陪你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所以那种天长地久啊、永恒的爱情，你并不是很相信。当然你也相信有奇迹，但这种奇迹呢，是很少会发生的。可能不会发生在你，或者是发生在你周围的人身上，你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白日梦的。在感情里面呢，你会有一定的保留，不会全部的就真心，不会全部的就去奉献跟妥协。有时候呢，可能还是会给别人带来一种距离感，感觉是有防备之心，感觉是有些疏离的，可能为了更好的照顾保护好自己不受伤害吧，所以内心里面你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界限的，不是谁你都会100%的依靠或者是信任。这一点呢其实也蛮好的。另外呢，你会觉得公主在遇见王子之前总要去亲吻几只青蛙，不会是天生遇到一个恋情中的人，那他就跟你是很合拍，就是一个正缘，总是有偏桃花，也总是有正桃花的。但是真正能否成为大家能够生活在一起的人，还是要认识，还是要可能去感受体验一下才能分辨得出来。如果大家都没有进入到爱情，怎么知道大家能不能可能建立婚姻呢？在情感里面呢，你也是算一个比较享受肉体感官的人吧，你喜欢用肢体接触来表达爱，来表达自己的亲切。在公众场合如果要亲亲啊、抱抱啊，你都觉得挺好的，你不会在乎别人的一些眼光。而且在感情关系中，你的发展速度呢也算是比较快的，你并不是那种特别慢热的类型，不会是过了很久才会第一次那种试探型牵手，你会觉得那个太老套了，太封建了。可能只要两个人真心喜欢的话呢，那多一些亲密的这种举动啊，也是蛮好的。同时呢，也看到你蛮在乎肉体感觉的，可能在选择自己喜欢人的时候，也会关注一定的颜值或者是身材，多多少少呢，你是有一些外貌协会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以上是你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在周围异性眼中你是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你是同性恋的话呢，就是在同性眼中你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进行一下自己的这种性别角色的转换哦，听占卜的时候。好，感觉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别人会觉得你随时准备进行新的冒险，你是有一个好奇之心，并且呢不会很害羞很退缩的一个人，你是可以去结识新的朋友的。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你是可以大胆的先去进行交谈，那你
也会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感情技巧啊，不断的去学习自己的专业技巧啊，是一个不断追寻美好的一个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是可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愿意让自己进入到更高的一个阶层，愿意让自己进入到更高的一个环境，也懂得去可能经营自己，懂得去建立人脉资源啊，懂得一步一步的往上走。而且呢，你也是一个算是比较有能量的人，遇事不惊哦。可能遇到任何一些挑战的时候，你都会积极的去寻找一些解决方案，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留着让别人来处理。你总是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但有时候呢，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不可控的人，感觉不容易被别人抓住。如果有人想要利用你或者是控制你的话呢，应该是比较难的。你更多的是追随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步伐，不太容易去追逐，好像让自己随波逐流，让自己可能太多的受到别人的一些想法呀，别人的一些行为游戏规则去做一些界限。虽然有时候呢，你可能有自己的一些多愁善感的状态，但大多数时候你是很有自我的认知的，会去控制一下自己的一些情绪，尽可能表现自己积极的那一面。同时你也是有一定的宽恕之心，不是一个很记仇的人，你也不会把任何问题复杂化，不会太纠结，非常执着于自己的观点，也不愿意认输或者是屈服。有时候可能责任心是比较偏弱的，有时候可能耐心是比较偏弱的，有时候可能也不是一个很愿意去讨好别人的人，不是很容易心动。要打动你的心呢，可能并不容易。感觉你对于自己的一些想法跟自己的一些事情蛮专注的，不太容易分心。有时候蛮多时间看到你一个人的，也许你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也许你觉得一个人很独立很自由自在，也许你会有自我的一些孤独感，也许你的爱情标准是比较高的，很难看到你左右逢源啊，或者你去对别人拍马屁，你去应酬谁。感觉你能力应该比较强，是有一定的自尊心，有一定爱面子的人，这是你给别人的一种状态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来宠爱你的人，他是被你哪个地方吸引的？首先，他会觉得你并不是一个冲动型的人格，感觉你做事情是深思熟虑的，并不是很莽撞，也没有太多这种戏剧化抓马的能量。而且在为人处事上面呢，你尽可能的会去做一些妥协，并不代表着你要去更改自己，而是呢，你愿意去和谐共处，你是比较合群的人，懂得去调整一下自己哦，更注重集体呀，或者是大家合作的一些利益，是比较大气的，不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同时呢，你也是有一定的疗愈能力的，你会给他带来一种温暖感，他会觉得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自己比较正能量，自己感受到的这种能量是比较舒服的，不会太消极啊，也很少听到你可能指责或者是八卦，或者是讲一些很负面的这种语言跟行为哦，所以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他会更加的信赖于你吧。那他也会觉得你就像这种雪融化的这种
绽放的鲜花一样，去融化了他坚硬的心。当他跟你接触之后呢，他从你身上可以感受到这种阳光的能量，这种云淡风轻的舒适感，就像小绵羊一样，在你面前呢，他会觉得自己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棱角了，可能你的一些做事啊，或者是看事的一些角度看法呢，会更加的圆润，或者是更加的一些通透，打开他的一些格局跟认知，让他觉得你比较通透，他是接受你的一些角度的，而且他会觉得你蛮有思想智慧跟力量的，你的很多的一些想法他都特别的认同跟肯定，他会觉得你的智慧高于他，而且呢，你也是有一定的霸气，有一定的野心，有一定的魅力，有一定的生存能力的。他会觉得你非常的独立，非常的坚强，非常的勇敢。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他觉得你很有魄力，很有领导能力，非常的这种直男哦，像野兽之王一样，给他一种很强的气势，让他觉得很迷恋。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呢，他会觉得你没有女生的那种娇柔啊、造作啊，或者是那种撒娇的情况，会觉得你也是非常有责任之心，那非常有自己的专业度跟力量的，不会去依赖谁，不会觉得自己是女生就应该被别人保护啊，应该被别人谦让，没有太多的这种理所当然，而是呢比较坦荡，比较大大方方，比较有自己的不断的追求跟力量的，是有抱负的人。那我们这边还出现了车子这张牌卡，代表他的物质条件还是不错的，他可能有自己的车子啊，或者是呢他有足够的金钱储蓄，是可以去购买一些像车子这样的一个大件的。也看到他的方向感是比较强的，一旦自己决定好的事情呢，他还是会有信念去操盘，信念去控制的。除此之外呢，他可能是你的过渡期，也许下一个来宠爱你的人并不是给你建立婚姻或者是建立家庭的人哦，也许他是你人生中的一段美好的感情经历，你跟他呢会有很多感性的拥抱、亲吻，你们喜欢彼此的这种肌肤之亲，他会给你蛮强的这种激情的，特别是在肉体感官上面，让你蛮迷恋、蛮开心、蛮喜悦的。这个人他其实会做一定的自我包装，他并不是一个什么事情都表现出来，可能他更愿意让自己受到所有人的尊重跟关注，所以他会把自己包装得更加的优秀，更加的漂亮，或者是更加的帅气一些。除了说会用服装啊，会用外在的一些衣服来打扮自己，让自己看着是很有富有，或者是看着很有能力的之外呢，是有一点点虚荣、爱面子的人，他不会太过于在每个人面前真实坦荡地表现自己。遇到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做什么样的事情。当然在现在的物质世界里面呢，想吸引到更多的一些流量，吸引到更多人的关注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戴一些面具，做一些虚伪的包装的。很多时间修一下图片啊，做一下摆拍啊，都是需要的。好，接下来这张牌卡呢，就是心与心之间的对话哦。他在你面前是会脱下自己的面具，会去坦诚彼此的感受的。在他真实的去讲出自己内心的一些渴望跟期待之后呢，其实就是对你深有好感，
其实就是想要跟你建立进一步的关系了。大多数时候，你也许在别人眼中他是比较油腔滑调的，他可能是很尊重自己的隐私，不会讲出自己真实的一些想法，而且在自己的表情上面呢，他也会做一些夸张啊，或者是会去做一些隐藏的。当他在你面前很坦诚的时候，就代表了他对你的信任，就代表了他想跟你做更多深层次的沟通，想要跟你做精神上面的连接。而这个人呢，他很快就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了。首先呢，他的个子应该是比较高的，而且他属于比较偏瘦的身材，身上呢是没有太多肉的，即使有肉呢，也算是比较结实的，而且他并不是很爱笑，不是那种很外向、很阳光灿烂的那一种哦。他大多数时候呢，表情是比较难猜懂他的心思的。同时，他长得是比较端正的，很标准的一个长相，是属于耐看型哦。并不是第一眼他就非常出众的那一种，但是呢，属于越看越好看的那一种，属于可能把每个五官分开都觉得一般，但是合在一起呢，还是蛮不错的。可能他的眼睛是单眼皮，或者是内双，并不是很外双。有可能他的脸型呢，并不是那种很标准的瓜子脸，也有可能他的身材并不是腿很长、胸很大的那一种。但是呢，他应该长得还是比较标致的，而且在穿衣打扮上面呢，也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不会太过于的浮夸，不会太过于的时尚。他更注重衣服的质量，而不是数量。这个人呢，他其实是比较美好的一个人，他其实蛮热情、蛮感性，而且是充满爱心的。他是一个愿意公开表达自己情感的人，并且他也有一定的艺术审美能力。他很热爱艺术，很热爱音乐，很注重自己所处的环境的氛围。他也很关心环境跟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他是很有自信心，是很热爱大自然。他也是很有决心跟毅力的，并且也会享受物质带给他的愉悦，所以希望自己有足够的金钱去享受生活。同时呢，他对自己也是有蛮高的要求的，对于周围的人事物也是有比较高的一个标准的。他不会比自己更笨，或者是条件比自己更差的人有太多的一些联系。他希望呢，可以不断的跟你一样，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跳脱到更好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他大多数时候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意哦，觉得自己还可以得到更好，觉得自己呢还可以做到更好，觉得自己还可以去到更好的一个地方。可能他不是一个很容易收获到快乐的人，野心呢是比较大的。他的外表跟他的内在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反差。外表呢，他属于那种好像随时都在观察、随时都在思考的一个人，但其实内在呢是有趣的、轻松的。外表看着是很认真严谨的样子，其实内心呢是幽默、充满热情的，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他有时候会去故意包装自己非常的成熟啊，或者是不会夸夸其谈，言语简短，那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懦弱或者是有缺点的那一方面。他其实蛮有事业之心的，他可以把很多的时间精力放在自己的成功追求上面，可能在生活上就少了一些刺激，少了一些玩乐。他
可能生活呢是比较枯燥的，除了在工作呀，就是在家里面啊，或者是他结交一些朋友，也是希望做更多的资源共享，可能很少花时间精力去参加派对啊、聚会啊。如果他去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目的，是拓展人脉的。那这个人呢，他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权威的人，他可能会用冷酷来掩饰自己的不安全感，他可能很容易精疲力尽哦。有时候他需要对自己跟他人更多的耐心，他希望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就事业有成，就非常的富有了，所以他会给自己施加不断的一些压力，而他也是蛮有个性、蛮有脾气的一个人。一旦出现人际关系上面的矛盾跟对立的话呢，他是可以果断去参战，果断的去竞争的，是有一定斗志的一个人。除此之外呢，他有很多的一些期待、梦想，愿自己的人生收获不同的成功。他很享受自己人生有限的时间，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做足够有价值、足够重要的一些事情，也希望自己可以尝试不同的体验，完成不同的一些状态。这个人的想法呢，也不会太传统。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打扮很成熟，就逼迫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在感情里面呢，他希望自己的伴侣大家是可以开开心心的玩到一起，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啊，大家不要有任何的算计，有任何的一些指责，只要开心在一起呢，怎样都好。而且他是算一个分手很干净的人，分手之后呢，大家就不要再联络，就不要做朋友了，好马不吃回头草。他的时间关注度就在当下以及未来，并不是一个很念旧的人，他也很少去回忆过往。同时看到这个人呢，他在其实婚姻观上没有太多的一些界限，并不是人生一定要结婚，并不是结婚之后就幸福了。如果遇到真正大家生活习惯或者是非常对的人，那么我们就进入到婚姻之中。如果没有遇到的话呢，那也可以不结婚，并不是人生一定也要拥有小孩的。他的家庭观念并不是很重，最主要的是呢，随缘。也希望在婚姻里面大家都不要有太多的变故，如果结婚了就要给彼此足够的安全感，让这份婚姻呢稳定，最好呢是从一而终的，最好不要有分离。但大家确实不适合在一起的话呢，那也就好聚好散吧。这个人呢，他在感情里面还算是比较慷慨大方的人，是可以共同享用金钱跟财富的，不会太过于的计较金钱，只要开心健康怎样都好，没有太多的这种强求的欲望哦，不会说我人生一定要在某一个阶段进入到婚姻之中，一定要在某一个年龄去有小孩，没有太多的一些规矩跟限制。而且呢，他会可能更加的有大的一些格局，抱负一些，对于爱情啊、婚姻啊，并不觉得唯一，也并不是非常的重视，反而是个人的力量、个人的体验，或者是自己事业上面的成就呢，会更加给他带来足够的这种幸福、成功感。而他的职业呢，很有可能是比如游戏玩家、应用程序开发或者是设计人员，也有可能是游戏设计师、电脑编程方面的事业领域，也有可能是抵押贷款、保险经纪人，或者是在做商业市场方面的广告啊、市场营销啊、市场调查啊、房地产销售啊、翻新房屋倒卖啊，或者是很有竞争性的行业，比如说拍卖行业、体育行业。最主要的
体育行业可能也是在这种体育战略分析方面的，他的事业领域大多数都是要用头脑的，可以去参与竞争的。这个人他的个人能力确实是非常强，而且逻辑思考能力也是蛮强的。所以以上的这些行业领域里面呢，应该他都会做得蛮好的。而他的家庭条件呢，并不是很富有，他不是从小就出生在这种很富足的家庭关系里面，但是这个家庭的氛围呢，还是给他营造的比较积极、努力、充满希望的。大家会为了家人生活更加的富足而不断的去努力上进，算是在一个比较平凡、努力的老百姓家庭里面。而且家人之间的关系呢，算是比较和睦的，经常还是会聚一聚，有可能跟父母呢之间是有代沟的，还是会出现一些沟通上面的问题，还是会出现思想上面的矛盾，但大多数时候呢，家人们还是会不去记这些矛盾，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充满着一种希望跟美好的。父母呢对他其实还算是比较疼爱的，可能在金钱物质上没有给他太多的一些支持，但是在精神上面呢还是比较鼓励他的。而你跟他呢，我们这边很强的一种金钱、商业、事业的能量，有可能下一个来宠爱你的人，如果你在读书的话，可能跟你是同学，或者是通过学习认识的。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是通过学习技巧啊，或者是在技能培训班上面认识的。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你已经工作的话，有可能你们是同事，或者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到的彼此。你们之间呢，并不是一见钟情，但是两个人非常的情投意合，非常的合拍，是因为有更多的合作之后，在一起接触的多了，逐渐发现对方的优秀，而创造出的激情火花，让两个人很认可彼此的工作效率啊，很认可彼此的一些行动力，最后呢建立的这种情感，所以也是逐渐加强对对方的喜欢并不是一来可能就很欣赏彼此的，而是在有更多的协作啊、合作啊之后，看到对方身上的很多优秀点，看到对方的活力啊，这种热情啊，而自己呢也被感染的。其实我们这边出现的权杖骑士跟权杖女王两张牌卡，代表你们之间的这种火的互动能量很强，而且非常可以很知心知交彼此。两个人呢确实是很亲密的合作者，或者两个人非常认可彼此身上的这种优点，可以1+1大于2，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呢会创造更强的火花，让彼此有更多的提升进步，是可以刺激彼此成为更优质、更有能力技巧的人的。那么你们到底在什么时间相遇呢？哇，很快哦，跟我们之前的这张 Very Soon 这张牌卡比较接近。春夏天，今年的春夏时节，你们很容易一起参加活动啊，或者是一起去做某一些事情啊，然后大家有更多的接触之后，进入到了彼此认可肯定，进入到了感情的这种爆发培养之中，也有可能是在10个月之内，所以最晚的时间点呢，就是在10个月
这个人就会出现来宠爱你的。最快的话呢，也就是近期啦。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敬请期待吧。最近呢，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展现你自己的魅力，在自己的工作中、学业中，更多的去表现自己吧。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来宠爱你的人是谁呢？但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来验证一下你的爱情观。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的话，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完全没有感觉的话呢，那你需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了。首先，你选择的这张牌卡呢是权杖王牌。那你碰到自己喜欢的人是会去主动争取的，你是会大方表达自己的喜好的，你不会在那边羞涩的等待别人来追求于你。你会觉得就像佛说过的，前世的500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不管男人女人，遇到让自己动情的人呢，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你是会去积极传递追求爱情的讯号的。当然面对不同的人呢，也会采取不一样的追求方法。你会努力去轻松打开对方的芳心，让爱情变成眼前的现实，不会在那边只是空想啊，或者是做白日梦哦。而且你也很享受在感情里面更加主动、有掌控力的自己。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对方的一切都跟你无关，你不会有太多的一些关注。相反的，如果碰到自己很在意的人，一个人的眼神里面你是有爱、有行动力的，也是会去将缘分把握住的。而且呢，你也愿意通过自己的一些举动啊，去取悦对方啊，努力给对方留下一些好的印象啊，在你来我往的这种交流之中呢，去提升彼此的好感。如果你在感情里面的话呢，你愿意去分享你的时间，分享你的空间，也愿意去倾听别人向你的倾诉。在感情里面呢，你也是将心比心的哟。如果别人对你好一分，你是会回馈更多的一些真诚的。在这种你来我往的交流之中呢，去提升彼此的好感。在感情里面，你愿意有更多的分享你的时间，分享你的空间，分享你的喜悦，也愿意去倾听对方向你的倾诉的。除了可以抓住自己的幸福之外呢，你也会享受肉体上面的这种感官喜悦度哦。喜欢通过肢体接触呢来表达你的爱，表达这种亲密的关系。在公众场合喜欢亲亲呀、抱抱啊，或者是一直牵着手呢，根本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在关系中的进展速度呢也是比较快的，不会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了解啊，去试探啊，或者是第一次牵手要在几个月甚至是在几年之后。你会更希望呢马上可以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对于你来说，你也是比较关注自己喜欢的人他的颜值啊，或者是他的身材的，他身上的一定有某一个特征特别的美好，特别吸引你哦，会给你带来这种很感性很性感的力量。多多少少呢自己也是有一点外貌协会的。对于自己不感兴趣的人呢，你会走得很远哦，真的是要自己喜欢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给你再多的一些追求，再多的一些礼物啊，你都觉得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不会降低自己爱情的标准，真的是要遇到自己很动心的人，而且呢，你愿意去征服对方。可能在感情里面，你更加是很积极的那一个人，多多少少你有一点征服欲望。如果确实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你也愿意单身一辈子，就一个人自己玩也好，你不会为了好像到了结婚的年龄就要逼迫自己为了结婚而结婚，或者是呢，也不会因为自己单身就逼迫自己为了恋爱而去恋爱。你不会随随便便的去谈恋爱的，你也不会在恋爱情中呢过分的去注重未来，不会以结婚的目的去谈恋情。其实你会觉得谈恋爱的根本原因就是这种互相的喜欢，因为喜欢一个人才想要跟对方在一起，才想要跟他谈恋爱。
然后在谈恋爱的过程之中呢，你们的感情浓度越来越浓，彼此呢都很想跟对方长相厮守，很想不离不弃，想真正的达到一种很甜蜜生活在一起。那个时候呢再去结婚，不会是刚开始就定义了这个人要去跟他结婚，你还是会以爱为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去打造情感的这种深度。两个人呢是相爱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进入到生命的另外一种结合体的状态。其实你会觉得，如果谈恋爱的目的是结婚，那么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因为父母催促吗？是因为年纪大了吗？是因为自己想要找个人合伙过日子吗？你会希望呢不要给爱情太多的一些附加的条件。当然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是有的人呢可能为了生活而结婚，有的人可能为了相爱而结婚，而你呢会不希望给爱情有任何的一些亵渎。如果因为相互真诚喜欢进入到一段恋爱，最后没有办法走入到婚姻的殿堂里面，也只能说有缘无分，你不会太多的这种强迫，或者是太多的一些不舍，依然把这段感情呢放在你人生中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之中就好了。尤其是当你喜欢一个人，喜欢到一定程度呢，你会发现自己如果不能跟他在一起，这可能会成为这辈子的遗憾。但世界上呢，没有什么事情是必要的，有的呢只是一个缘分，有的呢也只是自己的选择。既然选择要结婚，必然呢也会去承担相应的风险，必然也会去足够的负责任的。如果你现在是单身，那么很多事情你只需要考虑自己就好了。但是如果呢，你遇到很想要谈恋爱的人，遇到伴侣的话呢，许多事情你都会去为他而考虑的。不是真的很爱一个人，你是不会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在他身上的。这是你吗？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现在来看一下，在异性眼中的你是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你是同性恋的话呢，那就去转换一下角色，看一下在同性眼中你是什么样子的。感觉你这个人呢，是一个没有太多思想包袱的人，没有太多的一些规则或者是一些传统道德的捆绑啊，不会有什么三从四德啊，不会有什么儒家思想啊，不会说必须异性恋是好的，同性恋就是不好的。你不会是有太多守旧的一些观念，想法呢还是比较开放，还是比较时尚的。而且呢，自己活得也非常的清晰，想的也非常的明白，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的一个恋人，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的一个恋情。同时你也是一个在人际关系里面比较活跃，比较受到关注的人。很多时候呢，你都是关注的焦点哦。你可以取悦自己，你也可以取悦他人。你的情商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你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的，身边其实喜欢你的人不少。那不仅是爱情哦，在友谊里面呢，你也是蛮讨人喜欢的。你总是看起来是一个心情比较好的人，可能也喜欢去参加一些活动啊，参加一些聚会啊，喜欢跟别人聚集在一起。通常来说呢，你是比较贪玩的，那觉得每一天开开心心的、充实精彩的，是非常享受的。不喜欢一个人在那里冥思苦想啊，或者是一个人在那边做白日梦，也不喜欢自己想的太多，想的太复杂了。很多时候呢，你都会摆脱一些思想的包袱，或者是沉重的责任，你也不会太过多的伪装自己啊，包装自己。你是喜欢打扮自己的，除了让自己看起来很美之外呢，你也会让自己所处在的环境都是比较美的。在自己的生活区域呢，在自己的办公区域呢，都是比较干净整洁美美的。而你自己可能也会喷香水啊，
也会注重自己声音是否是好听的、美妙啊，你也会很享受生活，而且呢，你也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哦，很多时候都展露自己的微笑、自己的笑声。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也有自己自嘲的一面啊，或者是幽默的那一面啊，你是一个有趣味的人，同时你也是有一种可以坦诚、直接坦率的能力的。可以准确的告诉别人需要听到的内容，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直接沟通，讲出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而不让别人觉得不舒服。跟你在一起呢，是在一个比较欢乐的、自在的、舒服的状态，所以身边朋友对你的印象呢，应该都还是蛮不错的。人际关系上可以讲，你还是挺会来事儿的一个人，挺会做事，挺会让别人喜欢你的。那么这个来宠爱你的人，他最会被你哪些地方所吸引呢？权杖10的逆位哦，代表着他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太多的一些压力，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需要注意的地方。你算是一个比较大气，而且是比较见过世面、有大格局的一个人，不会一不小心就碰触到你的底线啦，不会一不小心就让你敏感情绪化啦，不会说在你面前要特别的严谨，要特别去注意某些方面，感觉跟你在一起是很少出现这种紧张、消极、焦虑的时刻的。而你自己呢，本来也是比较有抗压能力的人，是比较轻松的，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跟你沟通，而且你也是一个内心真实对别人祝福的人，你会因为别人的一些获得成就了而喜悦，你也会因为别人开心，你更多的感受到这种开心。可能你不会见不得别人好啊，你不会眼红他人啊，你也不会妒忌他人啊，你的心理素质呢是比较强的，而且懂得互相的这种协作、分享快乐。你不会只关心自己好不好玩、开不开心，你会也除了懂得照顾自己之外呢，也会照顾别人的一些情绪。希望大家呢都在一种轻松快乐的氛围之下，你的变化适应能力呢也是比较强的，而且内心呢也是非常有力量的，是懂得以柔克刚的人，也是敢于跳脱自己的舒适圈，可以拥抱变化、接受挑战的人。他会觉得你的性格、你的能量都非常的好，而且呢，你的身体也是很健康的，你的身材也是非常好的，至少对于他来说，他很喜欢你的身材，他也喜欢你的这种淡定、从容不迫、很稳定、大气的这种气质。他也觉得你的心理素质能力强，开得起玩笑，有行动能力，并且呢也是一个有担当力、比较独立的人，在金钱上面呢是公平公正的，在自己性格上面也是很客观、很公正的，不会去依赖他人啊，不会希望占别人的便宜呀，不希望呢在金钱上面有太多的一些牵扯。可能如果别人给你一个礼物的话呢，或者请你吃饭的话，以后呢你是会记这个情，你是会回请的，你不会想别人有钱那就让别人任何事情都出钱哦。就是在金钱物质方面呢，他会觉得你特别的独立，并不是一个很肤浅的人，并不是一个有小心眼的人，这点让他蛮欣赏的。而且他也觉得你的声音特别的好听，也许他会觉得你是懂音乐的，也许他会觉得你的唱歌很好听，也许他喜欢听你说话，也许你们有共同喜欢的音乐或者是歌手，也许在这种音乐鉴赏力上面大家是同频的，可能大家聊到一些关于音乐啊、艺术方面的话题的时候呢，都可以滔滔不绝，很肯定对方。除此之外呢，他对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一见倾心了。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呢，他就有很
很心动的感觉。我们都看到这个水都从水杯里漫出来了，所以这种喜欢呢也是漫出来的。在跟你更多的接触之后呢，他是越来越迷恋你了，但他不会很快的就追求你，就要求你跟他在一起。他会先谨慎的关注你，谨慎的了解你，在你面前呢，他还是有一些小心翼翼的，想知道你喜欢怎样的人，你不喜欢怎样的人，你是喜欢别人大胆的追求你，还是说喜欢别人更加的被动呢？他会在表达对你的喜欢之前呢，先了解你所有的喜好，了解的越多越好，然后呢再投其所好，还是很花了一些心思在你的身上。他可能会觉得你是比较难追到，或者是非常自由的一个人，有时候呢会有很猫咪神秘的那个气质，同时呢他也知道你并不是很容易去建立信任的关系啊，忠诚的关系啊，他是想跟你有更多和谐，想让你有更多的一些尊重、认可跟欣赏。他很喜欢你身上的步调，他很喜欢你身上可能有一些猫咪这样的一种自由自在的这种气质让他想要控你，但又控不住你，所以对你呢充满着这种好奇心，充满了期待在追求你的时候呢，他应该会对你蛮大方的。这个人在金钱上面算是比较慷慨的，他知道你不是一个很现实物质的人，但是他就是想送你一些礼物啊，他就是想让你接受他的示好，让你呢可以看到他比较慷慨的那一面。而你们之间呢应该是有媒介的，可能是有共同的朋友，也有可能你们是共同的也许兴趣爱好，或者是共同的事业，来搭建你们之间情感的桥梁，让你们有更多的一些机会接触的。那到底是在怎样的状态认识进入到爱情之中，我们之后再来看了。就目前来看，你们之间是有桥梁，是有媒介的。接下来我们出现坠落这张牌卡，对啊，就再一次证实了，很快他就坠入到了爱河里面。你给他非常强烈的性吸引力，你给他非常强的一种痴迷能量他会觉得你身上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好，就是他想要的梦中情人，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种恋人，你满足了他所有的这种需求。当他见到你之后呢，他就知道自己完了，自己无法自拔了。而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涉及到婚姻、婚礼、订婚、承诺的这种关系。他不想只是跟你玩爱情游戏，或者是短暂的暧昧你就是他想成家的人，他抱着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去接近于你的。而你们之间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宗教的因素，那两个人呢可能有相同的信仰，或者是两个人在精神上面可以达到很强的一个连接，可能在价值观啊、爱情观、婚姻观上面，以及自己未来的人生梦想上面呢，是可以达到同一个调调，可以不谋而合的。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值得等待，请你不要着急在对的时间呢，它会出现的。而他遇到你之后呢，你们两个人的情感呢，会觉得真的就是非常的和谐。可能在之前的情感经历里面呢，你们完全没有感受过这种感受，就是很容易去深入到对方的灵魂，很容易去读懂对方，很容易不谋而合的讲出同一件事情，很容易大家在同时想要去做同一件事，并且他会为你去做一些妥协跟改变你喜欢吃什么，他就会开始喜欢上那一个食物。你想去做怎样的一个事情，
兴趣爱好，他也会去培养自己相同的兴趣爱好。总之呢，你就会觉得什么事情跟他在一起，你都蛮顺心、蛮顺意的。好消息是，下一位来宠爱你的人呢，他的个子是比较高大的，而且他是比较帅气或者是比较漂亮的。他的身材很好，是属于运动型的身材，身上是有肉，是肉呢也是比较结实的，经常锻炼的样子。最主要的是他的气质跟气场非常的强大，是一个站得直、坐得端的人。可能他的五官呢并不是非常的精致，但是整体的人的形象素质条件呢是比较好的，是比较出众的。特别是他有霸气感，而且呢他很懂得穿衣打扮哦。他的穿衣打扮呢并不是紧跟着时尚潮流，而是呢他知道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显自己的气质，可以显出自己好的一个身材，可以显出自己的品味。他不会在衣服上面选择非常多的一些 logo， 更多的是选择衣服的质量跟颜色，会知道什么样的颜色是适合自己的，那什么样的颜色是太过于的夸张的。他可能穿着有一点像是老钱风吧，给人一种朴素但是有钱人的状态。除此之外呢，他的表情比较认真严谨，有时候他的笑容呢，可能也并不是张嘴大笑的，是有一些内敛的感觉，是一个有内涵、有修养、有礼节的人。他会给别人一种稳重跟安全感。而且这个人呢，他非常注重精神世界哦，他也是一个积极的完美主义者。他倾向于呢自己可以一直保持着幸福的状态，他也努力让自己的家人啊，让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啊、爱人呢都足够的快乐。只有这样的话呢，他才会快乐。如果周围的人都是幸福开心的，那他肯定也不会差呀。他的梦想呢，就是拥有所有美好的一切，完美的家庭、奢华的房子、优秀的工作和互相支持的人际关系，希望可以有很多的好朋友，并且呢，他也一直相信自己会幸福，所以他会不断的去努力，去经营自己的人生，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直到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之前呢，他都不会放弃的。他希望创造一种没有压力、非常和谐的生活状态。而他呢，也并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他很不喜欢恶性竞争，他很不喜欢跟别人勾心斗角啊，耍一些心机呀。他遇到一些有毒的人、有毒的环境，他会转身就走，希望自己可以出淤泥而不染，更多保持在一个很简洁、很单纯的精神世界。他想要的呢，是一种非常纯粹的美的生活、美的世界。他有强烈的理想主义价值观，而且呢，生性是非常浪漫的。他倾向于理想化一切，把别人呢都会想得比较美好。而且他也相信当下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存在的，即使可能自己金钱上被骗啦，即使可能自己朋友借钱不还啦，即使可能自己失业啦，他都会尽快的调整自己，不往坏的一个方向想。他会觉得这些事情出现了，一定自己有做的不足的地方，所以会去更改一下自己的缺点，也会从中呢去吸取教训。他身上的消极能量并不是很多，因为他有蛮多爱的能量的，在爱情里面他也是一个爱得很深的人。他很遵循自己内心的感觉，很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非常注重感觉。就是一个人即使他再富有，但是他感觉不对的话呢，他都会不跟这个人有任何的联系。一个人呢，即使大家都不喜欢，而且也比较贫穷的话，但是他觉得感觉舒服的话，他是会跟别人接触的。他没有太多思想上面的包袱，非常注重这种感受。他
跟自己的年龄智慧有一点不相符，大多数时候呢他都是大智若愚的，大多数时候呢他都是浪漫快乐的。这个人可能在别人眼中是一个比较笨或者是有傻福气的一个人，对于他来说呢，他也会觉得少一些计较，傻人有傻福，做一个傻瓜呢挺好的。当然他不傻了，他只是有很大的一个智慧，很多事情看得非常的通透，想得非常的明白，也是非常大气的一个人，而且他的第六感直觉能力蛮强的。如果可以的话呢，他可以成为一个占卜师、占星师或者是治疗师、通灵者，因为他特别注重自己的感官、第六感，所以随着感觉走。如果他一直去培养自己这一方面的话呢，应该在灵性上面是蛮强的一些突破的。他在某些地方知道如何保护自己，那就是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任何人，只有跟他关系紧密的人呢，他是没有任何的怀疑之心的。所以作为他的朋友，作为他的家人，作为他的爱人，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他也希望在关系里面呢，不要出现互相的这种依赖。他是尊重自由的，是一个为快乐而不断挣扎的人。对于他喜欢的人呢，你会看到他也不会讨好，但是他会在一个和平共处、非常和谐、不断的去欣赏对方、支持对方的这种状态之下。对于他不喜欢的人呢，他就会拒人千里之外，是有一些冷漠，是有一些疏远的。这个人他其实是充满着好奇之心，非常的有这种自由的思想，不会受到太多传统的或者是学校教育的社会教育的影响哦，他也很少出现一些焦虑的心情。自己其实有一些古灵精怪的想法，有一些非常奇妙戏剧化的习惯吧，就是任何事情都是跟着感觉走就好了。可能前一秒呢还很开心，下一秒感觉不对了，那可能就会进入到沉默里面。也许今天很想要热闹，就跟朋友去参加派对，也许今天感觉完全不好，他就会宅在家里面。他是可以天天出去玩，他也可以呢1个月不出门的那一种。就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吧，有时候会让人难以预测，有时候呢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这个感觉就是来来去去的，一直在变化之中，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变化多端的人。他比较依赖于金钱，他可能有时候非常的保守，那非常的自律，但有时候呢也可能过度放纵，有时候呢他可能会很享乐，有时候呢可能也会容易被受到欺骗、被利用，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所以在金钱上面他也非常的大方慷慨。有些人接近他呢，可能是想利用他的人脉啊，可能是因为他经常买单啊，因为花钱大手大脚哦，所以总有人围绕在他的身边的。他不太明白真正的友谊跟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他只知道呢，如果有钱的话呢，他用钱去讨好一下身边人，给身边人买一下礼物啊，或者是在自己力所范围能及之下去买单啊，也是无所谓的。只要钱可以给自己带来精神上面的快乐，他是没有太多的这种理财观念的。这个人也希望今生获得足够的金钱，金钱越多，物质越多呢，当然他的安全感也就越多。在感情里面呢，他是愿意不断的去做付出，不断的去提供价值的，因为这样才可以让对方愿意跟自己永远在一起啊。如果感情自己做得不够好，对方不满意的话呢，他会产生一些不安心，或者是自我检讨的状态。
他会在感情中习惯性的牺牲自己去寻求满足对方，也会适当的去做一些改变，让感情维持下去。他甚至可以为了爱人去辞职转业，这方面的可能性。在感情里面，他也是很浪漫的，会把自己的爱人、爱情放在人生中很重要的位置。对于他来说，爱情应该是今生最重要的事情吧。他会密切关注伴侣的感受，愿意将爱意通过言语、通过行为充分的表达出来，很看重给予自己恋人情感上面的满足，通常也会去制造一些惊喜啊，做一些感动啊，烛光晚餐啊，或者是送一些很浪漫的礼物啊等等的。他会希望每天都是情人节，在感情里面是很真诚，是很开放的，可以迅速敞开自己的内心，也很少去怀疑对方。在关系里面，他需要很强的安全感，不希望大家有太多的互相计较了，愿意去更多的宽容、体贴、包容。如果很深爱的话，很深爱的话，即使对方可能出轨了，他都是会原谅的哟，因为他觉得爱就好好的爱，大家可以一起去做冒险的事情。他在婚姻观上面呢，会一定要是深爱的人才会进入到婚姻，不会因为年龄到啦，可能也不愿意去参加一些相亲去结识婚姻伴侣，一定是遇到自己深爱的人，而是想跟他长相厮守的生活在一起才会结婚的，因为爱的承诺。既然结婚了，就不要离婚，大家好好的去经营。有任何的挑战，有任何情感上面的矛盾，我们都可以去沟通，可以齐心协力的一起去克服。他是可以在感情里面同甘共苦的人哦，不会是那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情况，他是那种大难临头可以留下来跟对方一起去克服的人。一切事情呢，只要去努力经营的话呢，都是可以去完成，可以去破除的。一切都是老天爷给的考验，或者是人生中的经历，所以他非常的积极。这个人呢，他的事业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他的事业呢，很有可能是体育行业，或者是运动行业，需要身体力量的一些专业领域，健身啊、舞蹈演员啊、杂技演员啊、艺术体操人员呢等等的，或者是呢，他从事家族企业，也许家里面的一些小生意啊，或者是自己到年龄之后呢，就跟随父母去做一些事情，也可能他做房地产业务，比如说家装设计啊、硬装啊、软装之类的空间设计啊、灯光设计等等，也有可能呢是在家工作，因为我们这边有家这样的一个能量。另外也有可能它是关于做美容方面的，服装行业啊、美容行业啊、美甲师啊、化妆师这样的一个事业领域。一个呢就是可能是身体上面的，一个呢可能就是家庭家族家里面的，一个呢可能就是美容方面的，他可能就在这3个领域里面。那么这一个人他的家庭条件实际上是蛮好的，刚才有讲他的性格，可能就知道他是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富足，从小呢没有缺失过爱，没有缺失过钱的人，没有吃过生活上的苦哦，所以有时候呢可能并不是很接地气。父母呢给予他满满的爱跟关怀、宠爱，家人呢也经常的相聚，或者是经常的通电话，是非常和睦相处的一家人。他收到的爱能量蛮多的，所以也会把这种爱的能量呢分散出去，分享给周围的人。没有受过太多的伤害，所以内心里面不会出现太多的这种恐惧感跟不安感，一切事情都是想得非常美好的。从小呢是被大家宠爱着长大的，
那你们之间是在什么场合认识的呢？有的朋友是在网络之上认识到的对方，可能是社交媒体呀，可能是交友软件呐。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在去有舞台或者是有演讲的地方认识到的彼此，可能是去看一些艺术演出，或者是去一些博物馆、图书馆、画廊之类的地方偶然遇到的对方。也有可能有的朋友是长辈或者是朋友介绍你们认识的，你们是偶然遇到的灵魂伴侣，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聊天就非常的投缘，很认同彼此的想法，留下非常好的印象，而且你们看事情的角度呢都是彼此非常肯定的。可能有时候有的人不太容易懂你，但是当你们相遇之后，你就觉得跟他很好沟通，他好像很懂你的一些idea， 你好像也很懂他的节奏，而且彼此呢会给大家带来一种深情温暖的熟悉感，很容易建立这种信任的关系，不会有太多的防备之心，好像这个人已经认识了很久一样，好像跟他有灵魂的这种接触一样的，你们两个人是在精神层次上面达到很强的一个连接哦。其实都不是以外在条件去选择恋人的，虽然他的条件不错，你的条件也不错，但最主要的是呢，还是这种感觉。你也会觉得现在好看的人太多了，即使长得丑的，那么去几趟医美啦，也会变得好看啦，所以不会特别的外貌协会。当然，你们彼此肯定也是在外貌上面有一些互相迷恋的地方，但最主要的呢，还是灵魂伴侣，最主要的还是在精神上面有连接，你们之间的这种消极感或者是不安全感特别弱，就是冥冥之中注定好的缘分，就是蛮安心的，所以它算是一朵比较好的桃花，可以往正桃花方向去发展。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可能已经认识了，我们这边呢有破镜重圆、旧情复燃的能量哦，所以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是旧友，也许之前呢你们就有联系，但是后来断了联系，或者是联系淡了。那对于有的人来说呢，可能是之前交往的对象；有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是自己曾经的同学或者是初恋，冥冥之中兜兜转转又绕到他这里了，再一次的联络呢，会发现彼此之前呢，可能因为年纪小，或者是一些阴差阳错，让各自有了不同的发展之后，再倒回来会觉得，其实这个人是值得珍惜的，其实这个人是合拍的，一定在经历了某些事情之后，才会看到最初的好。可能在成熟之后呢，更懂得谁更适合自己了，所以跟这个旧的人呢，再一次的去发展之后，发现非常的合拍，因为大家的心智都更加成熟，都有过不同的经历了嘛，所以再一次会得到更多灵魂、精神上面的连接，都有一些爱情技巧啦，或者是都有一些更加看透啦、通透的一种联系方法了，所以更加的顺畅。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呢，最晚5年之内就会遇见自己这个很想要宠爱你的人，也许在这5年的过程里面呢，也会有其他的小插曲，但是这个人呢，他是对你非常真心真意，很想要宠爱你，对你很深情的人呢，非常值得期待，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珍惜。好吗，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